如何让房价在最短的时间内翻倍。看看韩国的炒房客是怎么做到的。他们先是连哄带骗低价购买农民的房产土地，然后在自己人的手里来回买卖，借此抬高土地的价格。等涨价的消息传出去后，他们立刻假扮记者造访这片区域，制造这里即将开发的假象。投机者们自然不想错过赚钱的机会，纷纷开始闻风而动。经过一番欲擒故纵的浮夸表演，炒房客趁机以高价卖出了全部土地，而荒野的农田根本没人来开发。投机者们最终成为了接盘侠，在明姐的指挥带领下，中大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尝到甜头的他决定乘胜追击，可这次的土地却有些棘手。户主们为了借高利贷，竟然把地契都抵押了出去，而债主正是华侨帮的张德才。自从老姜解散了长安帮后，江南黑帮从三足鼎立变为了两雄争霸。张德才和杨基则也早已今非昔比，他们分别背靠徐朴两人门下，在首尔混得风生水起，远不是中大能得罪的人物。既然正面硬刚不行，中大只好选择曲线救国。他带人深夜悄悄潜入到张德才的仓库，成功偷到了地契。可就在这时，张德才的手下突然走了进来，中大和小弟赶忙躲避。透过缝隙，他猛然发现领头的八脸男竟然是3年前刺杀老姜的杀手。而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被八脸男抓回来的人正是他失散多年的哥哥永琪。这下中大不淡定了，他让小弟带着地契先行撤离，自己则尾随着跟了过去。就在对方准备活埋永琪时，中大拿着铁钩从身后冲出，拼尽全力干倒了张德才的手下，顺利救走了永琪。兄弟俩终于再次重逢，中大这才知道，当年永琪在慌乱中上错了车，阴差阳错的加入了杨基泽的天安帮，如今已经成为了天安帮的3把手。而由于这些年徐朴两人关系破裂，张德才和杨基泽的冲突也日益加剧。就在几天前，永琪奉命干掉了张德才一个小弟，所以这才招来对方的报复。永琪邀请中大加入天安帮，可却被中大拒绝了，因为在他心中只有老姜这一个老大。等永琪走后，中大把八脸男的事告诉了老姜，没想到老姜听到后丝毫没有惊讶，他警告中大不要再趟这个浑水，否则两人就断绝关系。可年轻气盛的中大却忍不下这口气。通过明姐，他成功接触到了张德才的靠山徐议员。徐议员虽然在3年前引咎辞职退出政坛，但他通过大量的政治资源和黑道手段，成为了首尔最大的地产开发商。然而他心里的仕途梦却从未改变。明姐告诉中大，张德才这几年掌握了徐议员太多把柄，一旦徐议员重返政坛，张德才必然将成为他政治生涯上的绊脚石，这更加坚定了中大干掉张德才的信心。与此同时，永琪再次找到中大，原来他一直和杨老大的女人在偷情，谁知这天却被帮派2把手的小弟撞破。为了掩盖事情，他只好将对方乱刀捅死。但勾大嫂杀小弟这种事绝不能让帮里的人知道，于是他只能来找中大帮忙。两人处理掉尸体后，中大告诉永琪，他打算干掉张德才，重组长安帮。他希望永琪也能来加入。在一个漆黑的雨夜，兄弟俩联手展开了行动。中大亲手干掉了八脸男，为老姜报了仇。接着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了张德才和他的心腹小弟，短短几天彻底瓦解了华侨帮。随后在徐议员的支持下，中大顺势接手了华侨帮所有人员和地盘，一跃成为了和杨基泽平分秋色的黑帮大佬。但中大所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，他想让老姜重出江湖，带领他们重振长安帮的辉煌。可没想到得知此事后，老姜却把他一顿暴打，并将他逐出了家门。而永琪也并没有投靠中大这边，他之所以帮助中大，一是因为张德才一直想要杀他，二则是为了一个更加长远的计划，他要利用中大杀死杨基泽，自己当天安帮的老大。而这个计划很快就迎来了实施机会。为了加快城镇化发展，政府决定开发首尔南部的江南地区，将其建设成为国家新的经济中心，这让这片原本荒芜的土地一下变成了香饽。朴议员等政界高层开始大肆囤地，徐议员和中大虽然不知道开发计划，但炒地却是他们的本职工作。这天永琪无意中得知一块地皮的消息，于是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了中大。中大果然上当，用惯用的手段买走了这块地皮。得知被长安帮的人捷足先登后，杨基则雷霆大怒，他派人连夜偷袭绑架了中大，并以死亡来威胁中大交出地契。然而永琪的计划是挑起双方的冲突，所以他绝不能让中大现在就出事。他立即将中大被抓一事通知了老姜。虽然老姜和中大上次闹得不欢而散，但他早已经把中大视作自己的儿子。按照永琪提供的地址，老姜立刻组织兄弟们杀了过去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拼杀过后，最终成功救出了中大。本以为这件事会引起两大黑帮火拼，没想到朴议员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将长安帮的核心成员全都抓了起来，就连徐议员都被抓去喝了2天茶。看来再大的黑帮也斗不过有权力的政客。中大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一时间士气极为低落。可永琪却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。他利用大嫂这个内线，成功得到了一段杨基泽和某高官的录音，内容不仅有政府开发江南的计划，还提到朴议员设立小金库的事。听到这段录音，中大立即开始了行动，而自此以后，他彻底将自己一步步推向了深渊。